陆委会梁文杰今天说，军警什么公务员最好少到大陆去，因为台湾有2个警察，一个是现职，一个是退役的，到大陆去被盘查，还到了第3地，然后呢问他，我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什么？问警察，关键设施要问警察。关键基础设施嘛，网络上都有，而且干嘛？老共早就知道了，卫星也看到，我也好奇，问警察干什么？那我也相信他们讲的真的，我不让他们编造出来。就大陆那个公安真的无聊到极点，也是那种土公安。那么就问哦，你警察对不对？你也是公安，来，你们那么告诉我基础设施，台湾基础设施还需要警察知道多少基础设施啊？好吧。另外呢，黄国昌说。梁文杰到上海，在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到上海参加上春论，喝到醉倒，结果呢倒在旅馆大厅，还要国台办人员来照顾他，梁文杰说很荒谬，就算我倒霉被狗咬，听你这样乱讲。然后呢，这个梁文杰又反击柯文哲，说柯文哲到大陆的时候有饭后甜点，还有花名册，但是呢，你看我梁文杰从来不会攻击柯文哲。你吃什么甜点啊？什么花名册啊？谁陪你啊？陪你干什么？我都不会讲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是倒霉被狗咬，结果呢，那好吧，等等要问一下发言人，到底柯文哲怎样？好吧，柯文哲怎样？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到底怎么互咬。那个时候有看到的人有哪些人？梁文杰应该自己心知肚明啊。话听到这里，时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露出一抹神秘微笑。难道9年前率团赴对岸双城论坛，自己也目击同行的时任议员梁文杰喝到醉醺醺？那这次去上海，可能有一些五光十色的一些或者是招。我都跟团走，对。会在担心有一些不得已的行程吗？跟团走，当年出发前跟团讲得很笃定，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前一天爆料，当年梁文杰自己跑去喝酒，喝倒在饭店大厅，国台办还派人照顾。我要回应，我都真的觉得这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被狗咬，你还会回去咬狗吗？重点是不要回避问题啊。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敢否认吗？急忙着请自己的太太出来帮忙绑件。梁文杰也在社群上反呛，莫名其妙，应付对面都来不及，还要应付国内的口水。毕竟上周示警又有10位台人俘虏失联，但这番话又让两岸隔空交火。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所谓大陆很危险的谎言呢，早已经不攻自破。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梁文杰9年前有没有醉倒在大陆？就像两岸对话一样，双方各说各话。吴征，到底怎么回事？等下再问那个吴艺轩。好，我等一下。可能不知道宜轩有没有听到是谁讲，不，因为梁文杰自己说没有这个事情嘛，那他回应是说，其实那如果黄国昌你要指控或者，但是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指控什么，因为就是一个人酒喝多了嘛，好，但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等于也是空口讲嘛。那梁文杰就讲说，其实去争辩这没什么意思，因为像以前网络上也会有人说什么柯文哲以前当医生的时候到中国啊，人家有没有什么招待吃点心如何，但这就是坦白说就无法检验嘛，就是有等于讲路边的留言嘛，那大家去讨论这个也没有意思。吃点心跟喝酒比较，喝醉酒在大厅里面喝醉酒看到的那个证实的人应该会比较不一样。呀，不是，就是那不就是说，吃点心比较属于谣言部分。那有没有看到他喝醉酒躺在大厅上？可能很多人都看得到。那可能宜轩可以等一下讲，因为我不知道黄国昌讲这话是从他到底是听了谁讲或如何，他没有讲嘛，因为他就是讲说其实什么心知肚明如何。好，那我觉得其实这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民众党第一次青年要到大陆访问，以前没有去过，这第一次去。黄国昌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团进团出，否则的话呢，以前双城论坛有一个台北市议员跑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睡倒在旅馆饭店大厅，还要国台办人照顾，丑态尽出。那当时这个跟着去上城论坛的台北市议员，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叫梁文杰，他这样子，所以才讲出来了。对，好，不过我觉得其实正面这没什么意义了。那我回来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刚在讨论是包含就是最近整个两岸关系跟国人到中国，其实到底是不是风险上升？所以我觉得我接着刚乃金姐讲的，就是确实我们看到的
国内外各种动作是在持续的加强哈，包含2024年是南非，那现在变巴布亚纽内亚。那其实，在上一次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中国他过去就是施压我们要出访的国家，但这一次是周边的其他国家，然后用一些经济说，例如说那我可能撤回对你的贷款的方式来去施压空域，那这也是一个新形态的手法。所以当然党英姐刚刚讲说，是因为民进党在两岸立场上跟中国不同调，所以中国持续施压。但我也想点出是说，其实我们所谓的维持现状，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在不断角力下的一个均衡状态。所以就是说，包含其实习近平自己讲嘛，他认为说两岸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所以其实中国也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跟着中国走，他们就不会失利，因为他们也在施力改变两岸现状。那包含我们过去提到过的，习近平提到一国两制，那包含说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前一阵子是中国用说因为菲律宾跟日本在谈渔权，所以台湾你这个被吃豆腐，我们要来护。但最近呢，我们也看到说，他现在又反过来了，他又跑去侵扰菲律宾，然后说因为巴丹岛呢是台湾的延伸的一部分所以呢菲律宾你这菲律宾这个就是中国的领土领水如何，所以就说他其实在区域上他的一个扩张的动作，其实也部分是对台湾或是对周边其他国家。所以刚刚梁文杰其实陆委会最近也在提醒大家，因为中国7月1号过了团结民族促进法，然后其实这几年来大概累积有385位的民众在中国是被拘留或者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所以这个风险其实真的是在上升。那最后是我看最近有些网友说，是真的吗？有385人这么多吗？那为什么我们新闻上好像都没什么看到？可是不是？我觉得大家想的事情是因为很多时候被害者的家属也不敢声张嘛，因为人还在对面我怎么敢在台湾就大肆跑出来说他们很可恶，他们很坏，如何？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陆委会还是有义务来提醒大家。怡萱，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梁文杰他其实已经有一点在避重就轻从他们的回应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也不敢去否认他有喝醉。那这些事情当然只是一个花边。我那个时候2017年也是去双城论坛的随行记者，那我自己本身呢是晚上就喜欢待在饭店里面就休息了，所以的确知道说。确实会有这个刷团就是你在主要的会议结束之后晚宴结束之后还会有刷团。那当然那个时候梁文杰有没有去刷团，我想说他应该不敢否认他有去。那至于有没有喝到酩酊大醉倒在这个大厅上面，现在看起来是雾里看花。但我觉得呢，就像吴峥刚刚说的，重点还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点出来，就是民进党政府现在呢不断的在透过各种的方式，对我们民众党的青年团到大陆去交流，贴上很多红色标签。民进党也很常派非常多的这个特使这个有的没有的这个学者到大陆去交流。你们去交流就是一个这个超级健康的旅行。那但是呢，对，就是洪启昌那但是呢，我们民众党或者甚至是国民党派去的交流团，都好像是被中国大陆变成是一个大内宣甚至大外宣的工具，我觉得不能有这样子的双重标准。所以当时梁文杰他在回应我们民众党青年团到大陆去的时候，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对待台湾会把你分成中间敌人还是好朋友。那我其实也很想反问一下梁文杰，那如果你是在当地喝醉然后喝醉到倒在大厅上面，你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敌人是朋友还是中间派？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在台湾这个地方里面讨论交流的时候出现了这样子贴标签的双重标准。柯文哲主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去展现台湾的主体性？这是我们这一次民众党青年团去大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补充一下对我完全同意这个宜萱讲的，而且就吴峥讲，就外交两岸在外交上面的这个零和对民进党来讲是两国在外交上面的这个零和跟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交流是两回事。其实黄国昌今天讲讲梁文杰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引发出来的这个效应，其实就在是说。你梁文杰你现在作为陆委会的这个副主委，你在看待两岸交流的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双标的他前面讲到我们的现任警察还有退休的警察到大陆去被大陆的公安盘查，我完全同意赵先所说，我觉得大陆这个公安真是做这种觉得无聊就很无聊但是呢，
我之前也讲过，我们对于大陆之前的时候，大陆的人还可以自由的来台湾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了解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台湾的这个有公职人员到大陆去接受这个盘查，我们台湾政府是怎么对待我们的那些里长到大陆去交流回来是国安法是去起诉他们到底哪个政府更糟糕啊？哈，还有就是说这个梁文杰呢，其实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这个选举的时候，不是9合1这次选，已经是之前的那个选举的时候，郑文灿跟梁文杰他们去澳门喝花酒的事情，又被再掀出来谈论一次。然后还有那时候还有什么录影带，然后显示说郑文灿呢有出入一些比较敏感的什么酒店啊什么这个场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这个讯号，这个严肃的讯号呢，就是针对梁文杰他们这种呢，就是要在这个陆委会在担任要职的人，你过去呢曾经到这个中国大陆呢进行相关的交流，你怎么会觉得你所有的这些的记录，别人不会掌握在手里呢？所以当你在这个中国大陆进行的交往，我觉得你说在什么酒店啊，就是喝酒啦然后在大厅里面这个醉倒，这真的还是最轻微的这个事情。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些当权者他们自己心里面应该要掂清楚。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些像梁文哲这些人，在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绝对没想到很快就会变成陆委会副主委。这回力镖来的特别快啊！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事件只要讨论一个角度就好。两岸交流不是自助餐的，光是一个双城论坛，民进党去的时候叫做交流，民进党不去的时候叫卖台。2015年柯文哲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双城论坛，公费去的议员叫童仲彦、叫王少维、叫张茂南。2017年的时候，连梁文杰自己都去了，所以我觉得根本不用讨论他当时是3分醉还是9分醉啊，醉的是躺走廊还是躺饭店大厅，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就问梁文杰，你当年去双城论坛，你有没有放心的跟中国大陆方去续托嘛？你有没有喝到让人家搀扶你回房间嘛？那如果有的话，为什么2017年的梁文杰觉得双城论坛是一个两岸互动的和良好的保护伞，你可以安心的跟对方互动？可是2026年的梁文杰把这个双城论坛骂得一文不值，觉得这是什么舔共卖台，一天到晚对他扣帽子。两岸交流越困难，就越需要有清楚的界限，该提醒你就提醒，该保护你就保护，但是不需要一股脑把所有交流都贴上危险标签。我觉得光是一个梁文杰就是两岸交流的照妖镜啊！休息一下再回来。昨天台积电办法说会其实还不错EPS 赚钱赚不少然后呢，而且昨天宣布到美国要加码1000亿美元呢。所以整个到美国投资要2650亿，那川普多坏啊！川普说之前投的650亿美元不算，因为那是拜登时候投的，那不是我的功劳。所以呢，我的任内你要投资多少钱？所以呢，我的任内你只算投资1000亿，所以现在再来1000亿、2000亿，650亿是拜登时候的那所以呢，这个。到美国去投资，而且当然原来说高位阶的这个都不去，现在2奈米去了，将来还有1.7奈米、1.4奈米，可能都在美国投资啊。什么以前你记得吗？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么高等的都不去，现在哪不去啊？照去不误只要客户要求怎么不去呢？所以呢，但是魏哲家说 AI 的需求这个人工智慧会强劲到2029年呢而且呢，什么三星啊、英特尔想追我们再等5年吧。这看起来蛮好的所以大家都以为台积电今天会不错结果没想到今天股票，哇，台积电今天跌多少？跌了100好像190还多少一股等等查一下看那个整个台积电台积电也跌不少，整个台股今天跌了这个2000点左右我到了最后的。因为我一直没看，我在忙。2900多点。到了1.30收盘嘛，我突然想，可以买一点我等下就问说，怎么我买一点好不好？他们说已经结束那个，不能再撮合了，不能再撮合了。台积电跌了180元，对吧？我记得好像180、180、190嘛那经济部喊3个保证，
最大产能在台湾，这个最先进科技在台湾，最完整的整个生态系也在台湾，上下游在台湾，所以大家放心不要紧张等等其实本来呀，后来我去查一下，昨天是不错台积电的法说会什么都很好，但是比去年同期，我就问嘛，去年今天台积电股票多少钱嘛？1130，去年的今天。所以你今年比去年就算多个几十%，你股票是 double 你是涨1倍以上对不对？你的利润有涨1倍以上吗？你的这有涨1倍以上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多个几十%，我们觉得不错了。但是你去年在这个时候的股票是1130块，所以这东西就是涨高就跌，这必然如此嘛。本来就是这样子，哪有一直涨？那如果一直涨，大家都不卖，那你去哪里买啊？这有人买有买有卖，它才会，对不对？如果一直涨，大家都不卖，每天涨，总是有人看到不好会卖嘛，对不对？一直跌，然后大家都不买，那不是无量下跌了吗？所以为什么还会涨跌呢？有买有卖嘛，就是这样子。那有些谣言，有些这个，反正各种话都有了那不管怎样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不要量力而为？再讲是量力而为，不要4代同堂6代同堂就很麻烦，就会被断头。说我都是自己的钱，那跌又怎样呢？又怎样？那就跌嘛，反正会涨回来嘛。但如果你是借钱呢，到时候哇跌到多少，银行要追缴，一大堆要断头，就很麻烦。但这个话在涨的时候讲的，没有人会听的。真的没有人，小学生说现在都在讨论股票怎样，小学生都在谈这，当然很好了，表示他将来还蛮有，就从小就有这个教育，其实是好的。但是呢，如果大家都已经迷到说，以为股票只涨不跌，会有麻烦的所以现在史上跟盘中还有收盘3个点，史上的盘中跟收盘最大的跌点，也是史上的最大跌点，重挫2953点那另外呢，就几乎降3000点了台积电呢也是领跌，因为台积电占了这个盘的大概40到45%，台积电跌那么多，当然盘就跟着跌嘛所以呢，专家说魏哲家其实还有避免再憋，哎呀，这反正都是看随便你讲了那所以呢，到底当然昨天美股的盘前费城半导体就重挫了台股现在已经不看美国的什么道琼了。甚至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都不看了，每天看的只是费城半导体，到底涨啊跌啊，涨啊跌啊。我们看一下。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This is to build several more semiconductor logical wafer fab for 2 nanometer and belo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dvanced packaging fabs. We are building 13 leading-edge and advanced packaging fab in Taiwan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further invest in Taiwan. 台股大雪崩，在上午11点前，大盘指数最低杀到43433点，重挫2191点，写下盘中第2大跌点。第一惨的记录是发生在6月8号，当时台股盘中暴跌2694点。AI-related demand continues to be extremely robust. 明明16号台积电法说会，董事长魏哲嘉说 AI 会旺到2030年，但利多失效。台积电在11点前最低股价来到2360元，跌了110元。全指股方面，联发科最重跌290元，台达电一度跌130元，联电则杀到跌停，锁在144元价位。长线的基本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只是说短线的股价受到美国 ADR 的一个下跌，那跟市场上对于短期毛利率的担忧而出现了一个受压的一个情况。分析师说，止跌讯号要看股价3天不破低点，外资现货要由卖转买，期货净空单要显著退场，以及关键均线的支撑。但台股连续失守45000、44000大关，也一度惨破季线防线。其中被动元件股也重创，国巨、华新科、和生堂多档跌停。护国神山基本面强，法说会也成风向球，牵动台股走势。那贝强怎么看？我会认为说，那句话就是说，在人们恐惧时贪婪，在人们贪婪时恐惧。很难我知道，可是很符合现在的状况因为现在这边是全国股票热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反映到一点，就是大家想赚快钱，但是大家不了解说这现在的状况是不是真的有到它的期待值。我们都知道 AI 会继续涨，
可是 AI 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同样的产值？其实之前我曾经除了这个 Lehman Brothers 就是当初雷曼风暴之外，其实在之前2000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叫 Dotcom Burst，也就是所谓的这中文叫泡沫了，就那个网络泡沫。对。也因为网络泡沫，后来就是不希望这个盛宴，这个股票盛宴可以把它结束掉，所以变成去做次级房贷，最后面才整个大崩盘。那现在我还是认为说 AI 在未来绝对是会成长，绝对是未来世界的主要动力。但是尴尬的是说 AI 是需要很多资本的，需要很多成本的，包括说你要建所有的那个资料中心啦，你需要很多电力啊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导致说它的资本是一直不停，它的成本是一直不停在增加的。现在几乎上所有的这 AI 大头在做 AI 的这些跨国公司，不是单纯是台积电，所有跨国公司在重力在压在算力、压在电力上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AI 现在已经到一个瓶颈，是不是能够再跨过去这个瓶颈？目前没有很明显的迹象。你说台积电它的获利不好吗？没有不好，但是与其说获利不好，就倒不如说它的获利没有到大家预期的那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觉得，我是不是该收了？所以这一点来讲，不是只有今天跌，不是只有台积电，而是费城半导体也跌很多。我记得好像要那个 DRAM， 好像哪一家 DRAM 也是有在跌，所以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整个市场就恢复正常的状况。但是对于说，我刚刚在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提到说，现在变成是全国的这个买股狂热，连小学生，甚至说去坐游览车去做旅行的阿公阿嬷都说你五倍不，这事情很不正常，而且这很危险，因为这不是赌场。这个东西要回，而且如果说真的要跌，如果真的是那句话叫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就是利空出尽的时候，对于说有些人是这种赌徒个性，想一夜致富、一夜达到所谓财富自由的人，世界上各位没有这种东西，绝对没有这种东西。如果说你是好好的去估值、好好投资、慢慢去投资，把它代替说所谓的储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拿来就说我一次就要达阵。对不起，那个可能会算是粉身碎骨，那是在投资上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国人讲是说，当擦鞋童都在买股票，你就要注意了，要崩了。那现在可能还不止擦鞋童 ，no， 对不对？小朋友现在非擦鞋童都已经在谈股票了，甚至连小朋友。如果乱讲，阿公阿嬷在游览车上也谈，就是去我们早上去送车的时候啊，就会看到阿公阿嬷啊，你有买不？这刚听讲没办，我就听到我就觉得好害怕，你知道吗？可惜。本节目的股神这个沈大佬在这个西雅图哦，否则的话真的很想听听他的见解啊。我刚好看到啊，巴菲特呢，他在昨天的时候，他就接受这个专访哈，在15号的时候，他接受这个 CNBC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是针对现在的股市的热潮哈，包括 AI 的问题哈，然后还有这个ETF 的问题等等呢，他谈话，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听啦哈。他讲到的几个重点，他就是说，最近呢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的股市，他说是附带赌场的教堂。所以呢，他说，现在盛行的什么叫做单日期权交易潮，他觉得这就是赌博行为，然后 ETF 啦、选择权的交易啊等等这些，它扩大了股市的不稳定性。然后所以呢，他说大家呢大量的散户去买美国啦，美国的美光科技啊，SpaceX 这些哈，他说这些呢，其实这种现象哈，他说。真正有意义的投资，他说其实是不常见的哈。他依然还是看好这个AI 哈，但是他觉得就是要投资的是有价值的公司。他特别提到就是他像 Alphabet 啊，他是持续的哈，他们一直在伯克夏一直在投资，然后呢。他就说，他当年呢没有更早买进 Google 呢是一个错误，就是说他早先不碰科技股了。对，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提醒大家了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韩国股市不是一直这样的熔断吗？其实也跟这个韩国那个李在明总统他去批准了这些有些 ETF 那都有关联了哈，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谈说啊，股市这样子暴起暴跌啊，那样暴跌，然后对于很多的投资大众来讲的说啊，你要稳健啊，你要稳健，要长期投资。我觉得这个听在呢很多人的这个耳朵里面呢，其实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了哈，就是因为在股市投资呢，真的就是只有那种
你真正是有一点点的财富的累积的基础，或者是说你实在是有一点点余裕的人啊，才可以有这样讲长期投资的本钱啦。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追高这个杀低是最不智的。如果说可以的话，还是稍微忍耐一下，量力而为的，不是只有投资的，任何事情都是量力而为。就是我如果真的最坏倒霉到极点，我能不能承受了？就是这样。巴菲特其实很久没有出来讲话，因为他前一阵子很憋。如果不是他是巴菲特，他那个什么那个公司早就垮了，你这赚大钱，他搞半天没有，因为他早先说我不懂的事不投资。好像没错，因为他不懂高科技的，高科技不投资，高科技一直涨，那不会要搞什么哦？然后反正就他最近大概稍微可以出来讲话的，你看看跟你们讲，你们不听哈，但是我觉得量力而为啦啊，很多事情就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太多的事情，不只是投资，任何事都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